你知道吗？离台湾飞行时间只要13个小时，就可以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看到极光的地方。一个被白雪覆盖的极北小镇，出生在台湾的我们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雪，也不曾体验过在树林里被狗狗们拉着跑。在结冰的湖面上，没有限制的飙着雪上摩托车。这里是工程师不写扣在加拿大黄刀镇4天3夜追极光全纪录。从温哥华起飞，飞了2个半小时就到黄刀镇了。行李转盘上这个是真的北极熊标本。这个北极熊会抓海豹吃。领行李以后，在地旅行社就领队来接机啦，直接载我们到饭店。真的很方便，交通上完全不用烦恼。好，房间很大，这算一房一厅吗？这是主卧室，有浴缸，还有厨房可以开火。窗外看出去的风景就是黄刀镇的雪景诶，超漂亮的。哎呦！冷风吹进来，好像冷冻库没有关。要来去黄刀镇的市区觅食啦，其实好像没有想象中的冷。这里的气氛异常的悠闲，人少少的，移动的车子也少少的。是说从机场开始，一路上路边的行人几乎都是台湾人。咦，怎么会有台湾手摇饮呢？OK， 我们现在来到黄刀镇的主街了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电信Taylor's， 我们1信就是用这间。很久没有吃饭累了，我的亚洲胃已经发作了。我们来吃这间菲律宾料理，有炒饭、炒面、炒米粉、热汤，很推荐来吃这间哦。店内装潢是很简洁的美式快餐店风格。以黄刀镇的物价来说很实惠，炒饭、炒面放在台湾都有很棒的水平。哇，这个是粒粒分明的炒饭。黄刀镇吃不到青菜吗？这不就来了？你说里面有马铃薯就算了，为什么有香蕉啊？我拒绝。这一间邮局位于主街上，在刚刚的菲律宾料理对面。只有这间邮局会帮你盖黄刀镇特有的北极熊邮戳哦。哇，好热哦！你的头在冒烟。一个晚上预计会到3个地点追极光，不可能那么幸运，一下车就看到了吧？很清楚哎，你看，又一条，又一条，又一条。哇，手机都录到了，宕机了。粉色。哦，变色了，变色了！我手机就拍下来了。接下来是今日份各种极光爆发的照片。我们今天是在结冰的湖面上看到大爆发的，补光的时机搭配的好的话，用手机就可以清晰的拍到人与极光的合照哦。在这里真的会有无比时间，刚从室内出来的时候，前10分钟都是无比的，然后接下来会越来越冷，逐渐失温。黄刀
高是产钻石的地方哦，直接有钻石又有极光。各位要求婚的朋友们，知道要来哪里了吗？好，我们现在要爬上去看飞机了。你要不要讲述一下飞机的历史？哇，很漂亮。现在的配色是后来漆上去的颜色，近看蛮大台的，提供给各位一个拍照的灵感。啊，他有穿鞋子啊。我们就是搭着前方这一种巴士，市区游览以及追极光。游客服务中心有新画一个很美的背板，可以在这里领取北纬60度的证书，又称为北极冒险家勋章。证书还附赠小黄刀徽章哦。游客服务中心里面还展示了一些当地的照片，以及原住民的生活用品。为什么这么多中文啊？还有华人过年气息。我们现在来到太奴湖的上方，没错，湖面都通车了，这真的是冰面哦。请问你要走去哪里？直接在湖面上开了一条冬季限定的公路，据说可以缩短湖两边半个小时的车程。再往左边一点，左边。这里吗？对，哇，好深，好深。怎么办？这里吗？对，好，帮你拍。OK。超有趣的，湖面上这一块的雪都是刚落下的，没有人踩过的哦。啊，翻车啦！可以。上面全部都是脆糖冰淇淋，那叫什么脆冰淇淋？那边甜圈，我在脑袋。这里是飞行员纪念碑，纪念当年冒险进入极地的飞行员们，可以俯瞰刚刚在的那个太奴湖哦，也可以看到整个黄刀镇的老城区，超漂亮。狗拉雪橇是我们最期待的行程，右边一间一间的都是狗屋哦，应该算是一房一院的格局吧。我们像货物一样被包起来就出发了。哇！我有雪喷上来。
我找钱呢？把鸡拿下来了。出发前大约有10分钟的教学时间，戴眼镜的话面罩不能全关，超级冷的。整片湖面只有我们可以把油门吹到底。认真说，在夕阳下奔驰超梦幻的。哦，黄刀镇最大的超市 Independent， 开始逛街了。超市的丰富度还有价格都不像是极地偏远小镇，买些沙拉，弄个鲑鱼，弄个意大利面，台币500元就可以2个人吃饱饱。哇，看起来好漂亮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要把面捞起来。不对，重来。这叫时蔬熏鸡菌菇奶油酱意大利面，光吃这锅就饱了吧？还有这个面，等所有都完成以后呢，再拌下去。我们最后的步骤呢，就是要把我们的面放进去。今天的第一个点没有追到极光，先到营地小屋休整一下。真的吗？对啊，这是谁啊？那是雪貂之类的吧？这个毛真的很舒服。狐狸耶，整只的，这只毛也很舒服。看得出来它的形状，真的是整只狐狸的感觉。这个剥皮的技术真的是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很传统的。这是狼皮耶，它连耳朵都还在哎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难怪会被禁止。就是有一点残忍气，是有一点残忍，但这就是他们的传统。没有经过加速处理哦，极光就这样活生生的在眼前跳舞，此起彼落的惊呼声让我们跟着欢呼，整片天空看起来超级魔幻。这样拍就好，我手先休息一下，你就直接对着就好了，随便对一下。后面。肉眼真实看到还有蓝蓝白白红红的颜色，反而手机的摄影拍不出来粉白的部分。太夸张了吧！好爽，太夸张了，炸裂！这手不要碰到了。不会啦，看，你看吗？正天上。哇，天哪，好多颜色哦！真的。
左边就是我们这几天在黄道镇住的饭店了。我们要一路往下走，用走的走到网红炸鱼餐厅。这边的雪都好可爱哦，是我你等下可以踢一下。哇，我这样随便会输掉。太松软了吧？没拍到。哎，这谁写？还有一个笑脸呢。我要画什么嘞？你不要撕掉哦。不会啦，爱心。哦，很大的爱心诶，拍到了。好近哦。哦，我们吓到他了吗？很可爱的房子，网红鱼餐厅。排队的人很多，11点到应该可以第一批进去。手机有没有在口袋？好。右边那个很像饮料的是他们的独家酱汁，酸酸甜甜的，很清爽。有牛排，还有各种极圈、太奴湖里面的鱼料理，煎的、炸的、烤的都有。虽然是一人厨房，但效率超夸张的高。看他出餐真的会很疗愈。看着很好玩，很疗愈。哇，这炸鱼也太大了。黄刀镇必推餐厅，炸的、烤的都超级好吃。吃饱饭以后，散步回市区，买个维他命，买一杯泰式珍奶。接下来就要离开黄刀镇啦。以前以为追极光要花很多钱、很多的时间，但其实都不用，需要的是一点点韧性与冲动而已。极光出现的那一刻，我们用大叫还有台式赞叹来宣泄情感。我想感谢那个做出决定要来看极光的自己，因为有当时的冲动，才会让我站在这一片天空之下。希望能把追到极光的好运与你们分享。我们是工程师不写扣。等等，后面还有哦。各位啊，一来要看极光啊，先去 Shopper， 可以买这个，超实用，里面有很多片哦，而且不贵。追极光你至少4个小时没办法上厕所啊，推荐大家买，推推。